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。8月份是我们这个区域韭菜开花的季节，我现在地里的韭菜花开得正盛，我们今天就去摘一些来做韭菜花酱。韭菜花我们最好要摘那种已经展开的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那种。这2颗就是比较好的，已经展开的，但是每一个花苞还没有开放的那种，这种吃起来比较鲜嫩。这些也属于状态比较好的，比较适合做韭菜花酱的韭菜花。这种就是还没有开花，它这伞苞已经打开，但是还没有开花的，我感觉是最好的。像这种花苞展开一部分的，我们也摘下来。这几个好肥呀，有的就很肥，有的就很瘦。像这些完全没有展开的花苞，我们等过2天，等它稍微展开一些，我们再来摘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分成2、3批，能够做2、3批的韭菜花酱。这个是我们另一片种植韭菜的种植池。这个种植池里边的韭菜，我们肥水管理更好一些，所以它的花和花苞都会更肥大一些。我发现像那种割茬割得特别频繁的韭菜，然后抽台开出的花就比较瘦小一些。像那些春天的时候割茬频率比较低的韭菜，开出的花苞就比较肥大一些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摘下来的韭菜花了，这些估计能够做1小瓶的韭菜花酱。我们喜欢当天摘完了当天就制作，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持它的新鲜，将来做出来的韭菜花酱味道也更鲜美一些。韭菜浑身都是宝，春秋比较凉爽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割韭菜来吃韭菜叶子，韭菜炒鸡蛋呀，或者做一些馅饼，味道都非常好。然后就是韭菜开花之后，可以用来做韭菜花酱，味道非常鲜美，是吃火锅的必备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不想收集韭菜花来做韭菜花酱，那么可以在韭菜抽台以后，在它还比较嫩的时候，把这个韭菜苔摘下来炒韭菜苔，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接下来把韭菜花清洗一下。有些韭菜花上边会有一些干掉的包着韭菜花的皮，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先把它摘掉处理。清洗韭菜花也是一个细致活，需要花上不少的功夫。就这样把韭菜花清洗个3、4遍就可以了。尽量清洗到没有杂质为止。我们把韭菜花在阴凉的地方晾了几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干得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韭菜花酱。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搅拌机、1瓶纯净水、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，最后还有盐。我们把韭菜花加到搅拌机里，然后适当的加一些盐。我们在制作韭菜花酱的时候，加盐的量一般是韭菜花重量的1/10左右。比如400克的韭菜花，我们就加40克左右的盐。我们以这个量为依据，根据个人的口味适当增加或减少就可以了。接着加适量的水，
有些人在制作韭菜花酱的时候也会选择加一半的苹果，我们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纯韭菜花的酱，所以就不加苹果了。最后把制作好的韭菜花酱盛到罐子里。盛到罐子里之后，我们需要把它密封，在常温下放置2-3天，然后放置冰箱里储藏。我们在封口前需要在表面再撒上一层盐，防止腐坏。常温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尽快的发酵。韭菜花在室温下发酵放置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，我们一般在放置2天后会把盖子打开放一下气，之后再密封好，放置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。等过了2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尝鲜了。这是我们今年做的第2批韭菜花酱了。第2批的韭菜花明显比第1批多了很多，所以我们第2次一共做了4罐韭菜花酱。我们在盖子上标上制作日期，2周以后就可以打开来开始食用了。今年我们菜园里韭菜花的数量出乎寻常的多，我们后续还有大量的韭菜花可以采，然后还有不少这种含苞待放的。我们后续第3批的韭菜花再做个4-5罐韭菜花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手抓羊肉、羊汤、烤馍、甜瓜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